你确定是真的不要这个孩子了吗？当医生再一次确认我是不是真的要流产时，手机屏幕亮起，是沈四白发来的微信。老婆，出差提前结束，今晚就能到家，高不高兴？我不在这几天，吐得还厉害吗？今晚想吃什么？我来做，还是想到外面吃？我知道一家新开的牛排馆，特别好吃。不理我。老婆，你是在睡觉吗？还是在难受？小兔崽子，害得你妈妈那么辛苦，等你出来看爸爸不打你小屁屁。一字一句都是沈四白对我的关心，对腹中孩子的期待。怀孕后我孕反，胃口不佳，他就亲自下厨做饭，一日三餐，餐餐不落。每次我去产检，他都陪着，说要参与孩子的成长。他俨然是个好丈夫，未来的好爸爸。可谁又能想到，这样的他会去抢婚，会紧紧抱住别人的新娘，许下再也不分离的誓言。那个时候，他可有想起我，想起他未出世的孩子。屏幕还在不停地亮起，我将手机反扣，不再去看。深吸一口气，对医生说：“是的，我不要这个孩子了。”医生让我明天去住院流产，我就先回了家。打开门，刚换好拖鞋，我就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老婆，沈四白低沉富有磁性的声音从头顶响起。只是5天不见，我怎么这么想你啊？你和宝宝也有想我吗？不及我说话，他抚上我的脸颊，吻了下来。我身体一僵，下意识挣扎起来。奇怪，从前无比想念的怀抱，怎么也亲不够的吻，如今我竟有些抗拒。似是察觉到我的分心，沈四白有些不满，他扣紧我的腰肢，加深这个吻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身上的清冽的冷松香夹杂着一点点甜腻的梨香扑面而来，令我瞬间想起昨日他当众抢婚后与夏黎紧紧相拥，深情亲吻的模样，脸上是失而复得的笑。他说：“阿离，差点就把你弄丢了。”他又说：“我们再也不分开，要永远在一起。”在他怀里，夏黎，这个我和他结婚7年，他就养了7年，分手又复合的小雀儿，哭得梨花带雨，不住地捶着他的背。他埋怨着：“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差一点，只差一点，我就嫁给别人了。”他们在雨中拥抱、接吻，像极了言情小说里的男女主角。周围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拍照，俊男靓女，好不浪漫。而我，沈四白的妻子，却像个局外人一样，只能站在阴暗的角落里，偷偷看着他们幸福。一想到沈四白的这个怀抱，昨日抱着别人，今日又来抱我，胃里顿时翻江倒海。我弯腰干呕起来，沈四白忙扶住我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事。”我推开他的手，勉强扯出一笑。“阿四，你不是说有家好吃的牛排馆吗？我想吃牛排了。”沈四白旋即一笑，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头发。“好，多依你。”沈四白说的牛排馆位于大学城附近，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轻车熟路点了2份牛排，全熟的给我，5分熟的他吃。牛排端上来后，他又细心地切成小块，将难咬的筋膜剔除。“阿鱼，你怀孕不能吃生的。”一旁上菜的服务员满脸艳羡。“女士，你丈夫对你真好，多体贴啊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看着对面的沈四白。我记得他从来不吃牛肉，任何生的、半生不熟的也都不吃。有一次，我让在日本留学的闺蜜柚子替我拍了一条蓝鳍金枪鱼，想给她做刺身吃，她却看也不看一眼就倒掉，冷淡地说：“食鱼，我不吃生的。”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连这个都记不住吗？现在她却可以眼都不眨，一块一块送入口中。店铺半旧的装修，昏暗的灯光和西装革履的她格格不入。我和她恋爱3年，结婚7年，太知道她是怎样的人了。金贵、高冷，是段段不会出入这种苍蝇小馆的。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养在外面的那个小雀儿夏黎。牛排是夏黎喜欢吃的，这家店也是她常陪夏黎来的。为了她，她学会了做饭，学会了体贴人。她做出的一切改变都是为了另一个女人。若是我没有怀孕，她会和夏黎断干净吗？会回归家庭吗？我想，大概率是不会的。喉头哽咽，心口泛起了密密麻麻的疼。恰逢此时，沈四白的手机屏幕亮起，他立即划开屏幕，几秒钟后露出宠溺的笑。我问他，什么事这么开心？
抬眸看我的一瞬间，他眼底溢出的柔情还未完全收回。他轻笑，一只可爱小猫的视频而已。你若是喜欢，等生完孩子，咱们就养一只。我哦了一声，忽然问他，今晚天气好，你可以陪我去看海吗？沈思白一愣，下意识拒绝。公司还有点事要我处理。明明他刚出差回来。我垂下眸子，打开社交平台，关注的人里，一个小猫头像的博主发了新动态，浪漫预告：今晚和他一起去追蓝眼泪。沈思白还是把我送回了家。他不知道，他前脚刚出门，后脚我就跟上了他。夏黎是个不大不小的恋爱博主，他的头像就是和沈思白一起养的小猫。发现沈思白出轨，还要多亏夏黎的这个头像。起因是有次他出差，我打视频通话，一向不太喜欢宠物的他，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只毛茸茸的蓝金渐层，十分可爱。唯有一点，这只蓝金渐层的尾巴比较短，像是受过伤，这使得这只猫有了很强的辨识度。阿四，哪来的小猫？同事养的。我随口一问，他随口一答，却让我发现了他出轨。那天过后，我偶然刷到了这只小猫的视频，发帖的博主叫梨花白，头像就是这只小猫，应该就是小猫的主人。沈思白的同事。我点进他的主页，想看更多小猫的视频，却越看越心惊。他发的帖子里不断出现沈思白的身影，起初只是一片衣角，一只手表，慢慢的出现了他的背影，他们在七夕牵手的照片，到后来更是有他们躺在床上接吻的照片。再往下翻，翻到最早的一条，时间显示是7年前。照片上的沈思白刚与我结婚，也刚接手沈氏集团，整个人意气风发。他作为成功人士去大学演讲，而夏黎则是那个接待他的人，并配文道：努力向沈总靠近。而这之后，就是女大学生勇追男神的日常。我才终于知道，沈思白缺席的这些节日、纪念日，他都在哪里，也知道了他们感情的动向。2个月前，他们分手。梨花白连更了1个月的失恋日记。终于在有一天，他不再悲伤，宣布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。结婚的日期就在昨天。他的主页上置顶的就是一条发于昨天凌晨的动态，那是2只十指紧扣的手，中指上还带着对戒。往后余生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就在刚刚，一条新的动态更新，蓝眼泪没有失约，像是银河有迹可循，你也是。复合快乐。我在远处看了很久，他们拥吻的背影，久到他们携手离开了，才自嘲地笑着往家走。家里冷冰冰的，这是我和沈思白的婚房，却常年只有我一个人住。我收拾完明天住院要用的物品时，已近凌晨，沈思白还没有回来。早在1个小时前，他就发了微信说不回来了。换是我怀孕前，他时常不回来过夜，可他和夏黎分手的2个月来，除非出差，他每晚都陪着我。人啊，就是犯贱，一旦习惯了他的好，就再也受不了从前的冷淡了。沈思白，你为何给了我希望，又让我失望呢？我拿出彩超单，细细抚摸上面小小的人儿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3个月了，他已经长出了小手小脚。孩子，不是妈妈不要你，如果让你出生，却得不到爸爸完整的爱，你的童年不会幸福。我拎起行李箱出门，走之前，我给他留了张字条，他只要回家就看得见。去找柚子玩几天，勿扰。车子发动，离我和沈思白的婚房越来越远。我不禁想，若是沈思白知道今晚是他最后一次挽回这个孩子，挽回我的机会，他会不会后悔？下次见面应该就是离婚了吧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去了医院，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，巧遇了我备孕多年来一直帮我调理身体的周主任。他笑着对我说：恭喜你啊，这么多年备孕，打了这么多针，吃了那么多药，终于得偿所愿，你老公该高兴坏了。满3个月了吧？他看了一眼我的肚子，脸上是由衷的喜悦。我不由抚上尚未隆起的小腹，牵强的笑笑。是3个月了。周主任闻言，笑容愈深。3个月就稳了。这时他看见了我手中的住院通知单，皱起眉来。怎么住院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需要我帮助吗？我望着他关切的面容，鼻头忽的一酸，强忍着要落下的眼泪，我摇摇头。周主任，其实我这次住院是来流产的。周主任眉头紧皱。
好端端的，怎么要流产？是孩子发育的不好吗？不，是我自己的原因。周主任叹了口气，面露可惜。小石，你这个孩子来的不容易啊。你来我这儿看怀孕有7年之久了吧？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你时，你挽着你老公的手，求我一定要帮你要孩子。你也知道，这可能是你唯一一次怀孕的机会了。你不要这个孩子，你老公知道吗？我淡淡摇头。周主任了然的神情，我知道，他明白了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满脸皆是疼惜。孩子，若是你爸妈知道，你这样的伤心难过，心该是有多疼啊！若是寻常父母知道自己的女儿吃这样的痛苦，定是要将那男人千刀万剐。可是我没有爸爸妈妈，沈思白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是他给了18岁父母双亡的我温暖，又在我21岁时给了我一个家。这些年他事业繁忙，愈发忽略我。我不怪他，总想着如果我们有个孩子，他的心是不是能定下了？那个冰冷冷的家就能有烟火气。事实证明，我猜对了。我永远忘不掉告诉他我怀孕时，他的欣喜若狂。他把我抱起来，转了一圈又一圈。他说：“阿鱼，老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。我就要当爸爸了。”我也忘不掉，我发现他为了孩子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跟外面的女人断了时，我内心的喜悦。错了，错了，一开始我就错了。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从来不值得原谅。沈思白背着我在外面养女人的那一刻，我们就没有未来了。我又何尝不知要这个孩子多艰难，打不完的针，喝不完的药，做不完的检查，跑不完的医院，还有沈思白父母数不清的白眼。可我不能为了要这个孩子，跟一个错误的人纠缠下半生。我首先是我，才能是任何。我原以为沈思白很快就会发现我不在家，但我错了。我住院3天了，他都没打过电话，这说明3天来他没有回过家，也就没看见我留给他的纸条。夏离回来了，他又变回了那个冷淡的沈总。12床，这是今天的药。我从护士那儿接过3片小小的白色药片，默默吞下。这个名叫米索前列醇的药，可以轻易要了我孩子的命。护士说吃完药要走动走动。我就在医院里散步，静静等待药物起效。走到门诊的时候，远远的，我忽然看见2道熟悉的背影。我那3天未见的丈夫正陪着别的女人看病。夏离娇俏的脸上满是委屈。阿四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痛是因为你太厉害了，你别怪我了，好不好？沈思白手指捏了捏眉心，神情有些不耐。阿离，这次你有些过了。你明知道我妻子那边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夏离的眼泪就扑簌簌掉下来。他扑进沈思白怀中，颤声说道：“阿四，你别离开我，我只是害怕你再离开我。”沈思白叹了口气，环住他的腰，眉眼温和下来，柔声道：“只要你不去招惹石鱼，我不会离开你。”夏离乖巧的点头，眼底却满是不甘。他收了收眼泪，牵起沈思白的手甩啊甩，满脸期待：“阿四，我想去迪士尼。我们不能结婚，蜜月旅行总要安排上吧？就1天，不会耽误你下次陪他产检的啦，好不好吗？”沈思白刮了刮他的鼻尖，宠溺一笑：“好。”算算日子，明天就是沈思白陪我见产检卡的日子。我自嘲一笑，原以为我已经不在乎他了，可是看见这一幕，心口还是会痛，连肚子都隐隐痛起来。我渐渐意识到可能是药物起效了，捂着肚子坐到了椅子上。一阵疼痛袭来，我浑身颤抖，冒起了冷汗。等熬过去，再抬起头来，却见夏离笑脸盈盈地站在我跟前。我男朋友去开车了，我坐这儿没事吧？他自顾自坐到了我身边，歪着头，笑着跟我说：“初次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夏离，是沈思白的女朋友。”女朋友3个字，他咬得很重。阿四和我在一起7年了，你应该知道了吧？你应该也知道，这些年的情人节、七夕、跨年，阿四都是陪我度过的。你和他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，他陪了我1整天。而你呢，哭着给他打电话，期盼他能陪陪你，真是可怜啊。他娇娇笑着，一双美目流转，野心勃勃。你也是真能忍啊！若我是你，早就让位了。我偏头看他，忍着愈发疼痛的小腹，冷冷道：“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请你离开。这里是医院，你凭什么让我走？”夏离声音拔高，反问我：“
闻声，我忽地挑眉一笑，你跟我讲这么多，不过是因为你没有可能嫁给沈思白罢了。我们一天不离婚，你就一天是小三。夏黎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抬高下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他跺了跺脚，气急败坏道：你不过是仗着肚子里那块肉，如果你没有怀孕，他根本不想看见你一眼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已经在备孕，一旦我怀孕，阿四肯定会和你离婚。沈思白和不和他生孩子，会不会跟我离婚都不重要了。因为我的小腹开始剧痛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夏黎又说了什么我都听不见了。又是一阵剧痛，伴随着身下一大股暖流涌出，我终于支撑不住，身子软绵绵的从椅子上瘫倒下去。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拉住夏黎，求他帮我叫医生，但他早已被眼前一幕吓晕，嘴里喃喃着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竟是头也不回跑了。我陷入了昏迷之中，迷迷瞪瞪之间，有无数穿着白衣服和绿衣服的人围着我，好多陌生又慌张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。好多血，他怎么会出这么多血？快快去叫周主任，就说有病人大出血，需要抢救。很快我就听见了周主任的声音，他握住我的手，一向从容不迫的他焦急地喊我的名字：石瑜，你听得见我讲话吗？我很想睁开眼睛，可我的眼皮仿佛不是自己的，又沉又重。我又想举起手，想告诉他我听得见，手也举不起来。周主任的声音又响起：送入手术室，要快。好孩子，别睡，要坚持住，我一定会救你。医护们把我挪到手术台上时，血还在哗啦啦的流。准备纱布，填塞子宫。不行啊，主任，血止不住。出血多少毫升了？2000毫升了。开腹，准备结扎子宫动脉，背带式缝合。过了很久，也许只有几分钟，我听见仪器滴滴滴的报警声，伴随着麻醉师的惊呼：出血3500毫升了，不好，病人休克了。又是好一阵忙乱，更多的管子被接到我手上，有慌乱的声音：主任，止不住啊，他出血太多了，陪他的那个人怎么不早点喊我们呢？主任，切子宫吧。周主任怒骂：不行，他还没生过孩子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切子宫。输血，向血库要血。主任，现在输血要献血证。家属呢？石瑜的老公在哪里？叫他去献血，快打电话通知家属，来晚了病人的命都没有了。沈思白啊，应该在和夏黎去迪士尼的路上吧？主任，打不通。再打，还是打不通。再打，还有什么比救自己妻子性命更重要的事情吗？到最后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打通沈思白的电话。力气一点一点被抽离，身体已不是自己的身体。意识完全丧失前，我好像听见了沈思白的慌乱的、无措的声音，几近声嘶力竭，在唤我的名字。石瑜。无尽的黑暗包裹住我，眼皮沉重得很。我听见仪器滴滴的声音，还有沈思白的声音。他在生气，大声斥责着什么人。为什么他会流产？没有我们的同意，谁给你们的胆子给我老婆流产？为什么他会出这么多血？明明他就在医院，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？一定要等大出血了才救他？是你们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等着吧，我是沈氏集团的总裁，我要把你们医院告得破产。他一连问了多个为什么，任谁听了都会道他真是个关心妻子的好丈夫。可现场的这些医生都参与了抢救。有愤愤不平的医生反驳道：沈先生，请您冷静点，没有病人本人的签字，我们绝对不会给他吃流产药。沈思白哈哈大笑，似乎听到了什么笑话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老婆怎么可能会自己来流产？你可知为了保住这个孩子，她吃了多少保胎药，打了多少保胎针？这是我们盼了7年的孩子，她怎么可能不要？紧接着，我听见医生拿了什么东西给她看，应该是我签的流产同意书。沈思白草草扫了一眼，见落款真的是我的名字，忽然恼羞成怒，猛地将那份同意书撕了个粉碎。他怒气，揪住那个医生的领子，骂道：这是你们伪造的，是不是？我老婆这么爱我，怎么可能会去流掉我的孩子？让我想想，伪造签名是什么罪？我听不下去了，好想醒过来，告诉他不关医生的事，是我不要我们的孩子了。但无论如何都睁不开双眼，只能听见他的拳头一拳又一拳砸向那个医生。
直到另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：沈四白，住手！你再不住手，我就要报警了。这个声音响起的一瞬间，2滴眼泪不受控制流淌下来。是我最好的闺蜜柚子啊！柚子上前拉住已经失控的沈四白，狠狠踹向他。沈四白，你还有脸怪医生？你不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小鱼儿要流产吗？我来告诉你，因为她早就知道你出轨了。你个人渣，骗得她好苦。你不喜欢她，不在意她，就不能早早放开她。沈四白一个踉跄，最后一丝侥幸都被浇灭。柚子犹不解恨，又踢了他一脚，冷冷道：沈四白，今天但凡我晚来一点，小鱼儿就没命了。我问你，小鱼儿大出血急需家属献血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在。沈四白瞳孔猛然一缩，骤然噤了声。一室安静如斯，唯有心电监护的滴滴声，以及我气若游丝的沙哑的声音响起：你在陪夏离。见我醒来，沈四白和柚子都扑到我跟前，一齐开口：老婆，你醒了。小鱼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自动忽略沈四白，将视线转向柚子。你怎么回国了啊？我住院前的那一晚，心中烦闷至极，思来想去，唯有柚子一人可倾诉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个好姑娘居然会因为我从日本赶了回来，又救了我。柚子脸上还有献血后的苍白，她双眼噙泪，握住我的手，脸上都是心疼。小鱼儿，我真的好后怕，差一点我就失去你这个最好最好的朋友了。我一紧紧握住她的手，温声道：不哭，我这不是好好的，我们还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安慰好柚子，我将视线转向一直站在她身后的沈四白。沈四白，我唤他的名字。他忙挤开柚子，扑到我身旁，望向我的眼神深情又关切。我在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保证，从今以后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我也保证，再也不跟夏离联系，我现在就删掉他的联系方式。我打断他，喉头微哽。沈四白，你别叫我老婆，恶心。什么？沈四白怔住。我说你恶心。说完，我定定望向他，亲眼看着沈四白绝望，看着他眼底那一丝缥缈的希望破碎。大概是要和喜欢的女孩去迪士尼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。今日的沈四白一身浅粉色西装，衬得她长身玉立，清俊无双。18岁到28岁，岁月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，她还是那般耀眼，甚至现在的她更显成熟稳重。而我呢，10年间，一颗心拴在她身上，心情随她而变，患得患失，简直失去了自我。我不要再过这样的人生。我从包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递给了他。沈四白，我们离婚吧。沈四白身形猛地一晃，几乎都立不住。他骤然红了眼，呜咽一声：石瑜，你放弃了孩子，连我也要放弃吗？我闭了闭眼，轻声道：沈四白，7年了，我早该放弃你了。若我早知道你出轨，我定不会到现在才决定离婚。你以为你瞒得很好吗？妄想外面彩旗飘飘，家里红旗不倒。我告诉你，你的亲亲夏离早把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发在了网上。这几天，如果你回家，就能看见我留给你的字条，就会知道我不在家。或许还能留住这个孩子。沈四白浑身颤抖，不住地摇头。他捏着那几张薄薄的离婚协议书，眼中尽是悔恨，哑着嗓子哭，像个犯错的孩子，反反复复，好似就会那2句话：原谅我，原谅我。阿鱼，我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我会和他断得干干净净。好阿鱼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好好补偿你。我摇摇头，果断拒绝。别了，我不配。你知道吗？虽然我早知道你出轨，但是当我知道你为了孩子回归家庭的时候，是有多欢喜。我知道你爱我，也在乎孩子，不然也不会和夏离分手。可你觉得回归家庭和喜欢夏离并不冲突，不是吗？说了这么多话，我也是真的累了。耐心也消耗殆尽，看看财产分割的条约，没问题的话，就把离婚协议签了吧。然而，沈四白忽然跟疯了似的，发了狠地将离婚协议书撕碎。他紧紧抱住我，近乎疯狂。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，我欠你的，我会一点一点偿还。我会每天给你做饭，陪你过夜，还会去献血，只要能够见到你。我皱起眉，正要开口，就被柚子打断。沈四白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
小鱼儿说了，不想见到你。陪护有我，再不济有护工，你在这儿只会影响小鱼儿养身体。沈四白眸光凌厉，立刻就要反驳，却被身后电视机里传出的娱乐八卦怔住。爆！沈氏集团总裁密恋网红，听说是破镜重圆。现实版霸道总裁爱上我，磕了。看起来是夏黎按捺不住，迫切的想转正了。我微微笑了，看起来你没有空陪我了，沈总。哦，对了，我大出血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夏黎。沈四白在海边的房子里找到了夏黎，甫一进门就被他从背后抱住。阿四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可知你把我一个人抛下时，我有多慌乱？这一次，沈四白没有抱住他，反而推开他，往窗外看去。窗外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。沈四白记得这套房子购于5年前房价最高的时候，买来以后就给了夏黎住，后面就成为他们纠缠多年的爱巢。当初是为什么会买这套房子呢？沈四白有些记不起来了。他不喜欢海边，太过潮湿，空气咸咸的也不好闻。涨潮时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太大，他一向浅眠，会影响他休息。但是印象中好像有个人喜欢。他说他喜欢听大海掀起浪花的声音，好像回到了小时候。小时候他的家就在海边，爸爸妈妈打鱼归来，就会抱着他坐在堤坝上，看潮起潮落，云卷云舒。他说他想要把他们的家安在海边。从前海边的家中有他爸爸妈妈，现在海边的家中有他最爱的人。他好像从未失去爱，他一直被爱包围。符合他要求的房子不多，那时候房价又高，他刚接手沈氏集团，手头资金又紧张。他找了2年才找到了这么一套。这套房子的主人是对老夫妻，房子不大，却种满了鲜花。售卖房子时，老夫妻俩刚庆祝了金婚，即将移民去儿子那边。这个房子见证了他们的幸福，他们希望能够把幸福传递给下一任房主。购房者众多，沈四白以一句“我妻子喜欢大海”获得了购买权。哦，他想起来了，石鱼，是石鱼喜欢大海，可他为什么没把房子给他住，反而让外面的女人鸠占鹊巢了呢？是因为外面的女人能给他刺激吗？他又何尝不知道夏黎跟别人结婚是假的，但他却极度成狂，失魂落魄去抢婚。他是害怕失去夏黎吗？不，他是害怕失去偷情的刺激。糊涂啊！唇角泛起苦涩，沈四白忽然疯了一样，跑到了花园里。花园里一片萧条，夏日朗朗，竟无一朵鲜花盛开。花泥，这里的花泥？沈四白掐住夏黎的下颌，恶狠狠问道。夏黎脸色巨变，美眸中满是惊恐。他掰着沈四白的手，努力呼吸着空气。花，嗨嗨，花早没了。你说不喜欢小虫子，嗨嗨，就让我拔了。沈四白的手陡然一松，悔恨的情绪像一股涌上心头的洪流，让他难以控制，难以摆脱。他颓然跪倒在地，捧着光秃秃的土，低声呢喃：没了，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花没了，他没有照顾好老夫妻留下的花，也没有让真正喜欢的人住进来，所以金婚的幸福没有传递给他，石鱼也不要他了，他没有家了。沈四白觉得自己是个混蛋，辜负了石鱼一颗真心，也浪费了他10年青春。他一直知道石鱼为了要一个他们的孩子是多么辛苦。刚结婚那会儿，石鱼几乎每周都去看医生，每次从医院回来，他都会带一大包药，还会拉住他，定时定点完成任务。1次2次，他还愿意配合，可次数一多，做任务时的亲密接触就索然无味起来。他不喜欢，而恰巧此时夏黎出现了，他大胆热烈，身上又有学生的天真无邪，牢牢吸引了他。他很快就沦陷了。第一次和夏黎开房时，他有过那么一瞬的心慌，但他安慰自己，就一次，石鱼不会知道的。就算石鱼知道了又如何？他这么爱他，一定会原谅自己。只是他没想到，他这一出轨会长达7年之久。他也没想到，夏黎会把和他的一切都发到网上。夏黎是了，若他沈四白是个混蛋，那夏黎就是引诱他堕入深渊的恶魔。想到这里，沈四白忽然暴起，狠狠扇了夏黎几个巴掌。都是你害我失去了孩子，失去了妻子。打耳光，他仍不解恨。沈四白开始对夏黎拳打脚踢。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到网上？
为什么要去招惹石鱼？石鱼大出血时，为什么不赶紧去叫医生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差点害死他？一拳又一脚，沈四白下手极重，似将所有的一切都怪到夏黎头上。很快，夏黎就奄奄一息了。夏黎抹了抹唇角的血，痴痴笑了起来。是，我知三当三不无辜，可你呢？一个巴掌打不响。你若是意志坚定，又怎么会出轨？沈四白，你现在后悔，晚了。沈四白又狠狠踢了夏黎一脚，怒骂：贱人！夏黎两眼上翻，喷出一口血。沈四白还不放过他，拽起他就要上车，去给石鱼道歉。他不原谅你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可沈四白到底没能带着夏黎去医院。他们吵架的声音太大，早已惊动邻居和海边的游客。见了血，群众赶紧报警，拨打120。等沈四白拽着夏黎出院子时，警察就把他围住了。有人报警说你殴打他人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还得多亏夏黎给狗仔爆了料。群众居然认出眼前打架的两人是今天娱乐八卦的头条人物。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？是霸道总裁打死我才对。这是我见过塌房最快的 CP。我怎么记得这个沈董已经结婚了？这女的是小三吧？出轨家暴男，退退退！听见群众议论的沈四白双眼通红，不顾在场的警察又想去打夏黎，却被警察牢牢控制。老实点！沈四白出轨殴打小三，成了那天的头条。这样一闹，热搜一上，沈氏集团丢尽了脸面。第二天股票大跌，短短1个星期时间，市值蒸发500亿。而他殴打夏黎的伤情鉴定也出来了，沈四白把他打成重伤，脾脏破裂，已经触犯了刑法，他即将面临判刑。沈四白的父母向来是这个独子为命根子，为了保释他，到处奔走，甚至还想找我这个他们看不起的儿媳去帮沈四白求得夏黎的原谅。只是可惜，他们来到沈四白和我的婚房时，我早已搬走，没有夏黎的谅解书。1月后，沈四白判了，他犯故意伤害罪，致人重伤，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。消息传来时，我已养好身体，决定和闺蜜柚子开启环球旅行。我要把被婚姻束缚住的这些年都补回来。离开本市前，我去狱中见了他一面。我将离婚协议书从小窗递了进去。这一回，沈四白没有犹豫，戴着手铐的手握笔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沈氏集团破产清算了，财产对半分，我也不多要你的。你就在牢里好好思过7年，人生有几个7年？我释然一笑，转身离开。身后还传来了沈四白的声音：石鱼，如果我没有出轨，我们的结局是不是就会不一样？抱歉，那天你说想看海，我没有陪你。你大出血需要我时，我也不在。我已经在牢里献过血了，我的血没有机会救你，但是能救别人，我也心安一点。石鱼，我是爱你的。最后一句，沈四白说的艰涩，包含无尽的悔恨。我没有回头，也不会回头。我的前路光明灿烂，再不会被任何人、任何事束缚。看守所外的世界是这样的多彩。夕阳的余晖洒在我脸上，我闭上眼，感受9月阳光持续的温暖。过去的一切都逐渐消散。再一睁眼，柚子拉着2个行李箱站在路边，正冲我甜甜的笑。小鱼儿，赶飞机了。我重重点头，接过1个行李箱，跟他坐上出租车。我要去迎接我崭新的人生了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